在明心书院的仲夏时节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倾盆而下，好似天河决堤一般，狠狠地砸向大地。雨势猛烈，天地间仿佛被一层巨大的水帘所笼罩。书院的亭台楼阁、花草树木都在风雨中瑟瑟发抖。然而，暴雨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不过片刻，悄悄停歇。雨后的空气格外清新，带着泥土的芬芳和青草的香气，弥漫在整个书院之中。廊下，龙夫子身住一袭青衫，白发苍苍却精神矍铄。他正与一群朝气蓬勃的学子们围坐在一起，热烈的论道。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，形成一片片斑驳的光影，落在他们的身上，仿佛为这场论道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。就在这时，紫渊领着一位从东海郡游学而来的青年才俊阎王前来求见。阎王身姿挺拔，面容清瘦，眼神中透露出一股求知的渴望和对世界的好奇。阎王恭敬地向龙夫子行了一礼，然后缓缓讲述起自己在途中遭遇的一件奇事。他说，当自己行至宋国的一处古井旁时，突然听到一阵奇特的声音，循声望去，只见一只青蛙正蹲在井沿上，嘴巴一张一合，竟然发出了人类的语言。那青蛙欢快地唱，诉说着井中之乐。他说，井里有清澈的泉水，有可口的小虫，有温暖的角落，这里就是他的整个世界，他在这里生活的无比惬意。阎王听了青蛙的话，心中一动，便忍不住向他提及东海的广阔无垠。他描述着东海那浩渺的烟波，汹涌的波涛，丰富的物产，说那是一个比这小小的古井不知要大上多少倍的世界。然而青蛙却满脸的不屑不信，他圆睁住双眼，气鼓鼓地瞪着阎王，仿佛阎王说的是天方夜谭。最后青蛙生气的扑通一声跳入水中，溅起了一片小小的水花，消失在井底。这件事让阎王感到十分困惑，他不禁陷入了沉思。如果这只青蛙一辈子都不知道还有大海的存在，它在这井中安然终老，每天享受着井中的宁静安宁，这是否也是一种幸福？自己又何必非要以海的概念去惊扰它那小小的井世界呢？龙夫子听完阎王的讲述，微微点头，然后目光扫视着在场的学子们，说道：此事值得深思，你们分组讨论一番，5日之后各小组向我汇报讨论情况。学子们听了，立刻兴奋起来，纷纷3、5成群的聚在一起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。第一组的学子们经过一番认真的探讨后认为，井中其实有着完整的生态系，井壁上生长出青苔，为一些小昆虫提供了栖息之所。井水里有浮游生物，是青蛙的食物来源。井的深处还有一些隐蔽的洞穴，可供青蛙躲避风雨和天敌。在这里，青蛙无需担忧外界的危险，能够安心的生活，所以它能在井中安然度日。第二组的学子则从生物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，他们指出，蛙眼的构造十分特殊，它的视野范围非常有限，只能看到井口上方那一小片天空。对青蛙来说，井口之天或许就是它的全部天空，它所认知的世界就是井口所框定的那一方小小的天地，在它的认知里，这就是整个宇宙，它没有能力也没有机会看到更广阔的世界。第三组的学子们则带来了庄子秋水中的相关记载，他们引用了其中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，居于虚也这句话，向大家解释说，井蛙之所以无法理解大海的广阔，是因为它受到了空间的限制。他们也详细解读了庄子秋水中关于视野与认知的观点，希望能为大家的讨论提供更深入的思考。第四组的学子则采取了更实际的方法，他们收集了不同人的视野之见，他们走访了书院周边的村民、商贩、文人墨客，询问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和认知。有的人一生都未曾离开过这个小村庄，他们认为村庄就是整个世界。有的人曾经到过附近的城镇，见识过那里的繁华，便觉得城镇就是最大的世界。
而那些有过远行经历的人，则对世界有了更广阔的认知。透过这些不同人的观点，学子们深刻地体认到，每个人的视野都受到自身经验和环境的限制。阎王听了各组的报告后，不但没有解开心中的困惑，反而更加迷茫了。他突然意识到，其实每个人都是某种程度的井蛙，自己虽然知道有大海的存在，但相对于整个宇宙来说，自己所了解的知识和所经历的事情又何尝不是微不足道的呢？自己又何尝不是被困在一个无形的井中呢？龙夫子看住阎王那困惑的神情，微微一笑。他知道时机已到，便提出了真正的问题。当你们意识到自己在井中时，该如何自处呢？为了让学子们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，龙夫子带住大家做了一个实验。他让学子们分别站在不同的位置，观察同一物体。结果发现，每个人所看到的物体形状和细节都有所不同。龙夫子借此告诉大家，每个人所处的位置和角度不同，所看到的世界也会不同，这就是视野的限制。而当我们意识到这种限制时，就应该努力突破它。阎王和子渊被分在了一组，在实验过程中，阎王仔细观察周遭的一切，不断地思考着龙夫子所提出的问题。突然，他眼前一亮，领悟到井蛙之物在于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。他以为自己所知道的就是全部，却没有意识到外面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。10日之后，龙夫子安排了一场破井实作活动。他让学子们选择一个自己熟悉的领域和一个陌生的领域来接触，并记录下自己的感受。阎王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海，因为那只青蛙的事情让他对大海充满了好奇。他四处打听，从渔民那里得知了大海的潮汐变化、捕鱼的技巧，从商人那里了解到海上贸易的繁荣、远方的国度，从文人墨客的笔下感受到大海的壮丽与神秘。每一次的交流都让他对大海有了更深的认识，也让他看到了自己知识的浅。子渊则选择了山，他背住行囊，踏上登山的旅程。在山中，他遇到了险峻的山峰、幽深的来谷、茂密的森林。他学会如何辨别方向，如何应对恶劣的天气，如何与山中的动物和谐相处。每一步的攀登，每一次的探索，都让他感受到了山的雄伟与神奇，也让他对自己有了新的体会。实作活动结束后，学子们纷纷回到书院，向龙夫子报告自己的收获。龙夫子听了大家的讲述，满意的点了点头，然后总结道：视野之限不仅在空间，更在心境。空间的限制可以通过行动去突破，而心境的局限则需要我们不断的反思和学习。阎王听了龙夫子的话，深有感触。他认为开拓视野并不是要去否定对方的世界，而是要以一种包容和开放的心态，邀请对方一起去看更多的可能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不断的突破自己的井，走向更广阔的天地。秋日的阳光变得柔和温暖，阎王准备继续自己的游学之旅。他来到了那口曾经让他陷入困惑的废井边，站在井沿上，静静地看着井底。此时的井底已经乾涸，长满了杂草，那只青蛙早已不知去向。阎王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伤感，他彷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，被困在一个狭小的世界里，却不自知。就在这时，龙夫子的身影出现在了他的身后。龙夫子微笑住，从怀中掏出一本手抄的秋水篇，递给阎王，说道：此次游学，望你能认清自己的井，看见井口外的可能。这本书送给你，希望它能伴你一路前行。阎王接过书，感激地向龙移。多年后，阎王凭藉住自己不懈的努力和不断探索，成为了一位著名的地理学家。在他的著作序言中，他满怀深情地提及了这段在明心书院的求学经历。他说，正是那段经历让他明白了视野的重要性，让他懂得了要不断地突破自己的局限，去追求更广阔的知识和更美好的未来。此后，明心书院的龙夫子每当迎来新的学子时，都会带他们到这口废井边，
问出那著名的破井三问：你是否意识到自己在井中？你将如何突破这井的限制？你又将如何对待他人的井世界？这便是从井到海的桥梁，是通往智慧和成长的道路。